咱就是说，中国制造现在是真的扬眉吐气了，尤其是比亚迪，直接把老外的脸都打肿了。几万块的小车干翻100万越野车，韩国工程师扛着扳手来抄作业，最后却哭着喊着拆不明白，复现不了，全程又好笑又解气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谁能相信在国内定价不到10万，入门版才7万的比亚迪海鸥，硬生生把买菜车玩成了越野王者，在巴西亚马逊雨林的魔鬼烂路上，直接给老外上了一课。大家都知道，亚马逊雨林的烂路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泞，别的车不管是几十万的 SUV 还是上百万的越野车，都得小心翼翼试探，稍微不留神就陷进泥坑，原地挠地半天出不来，场面十分狼狈。可海鸥一上场，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认知，电门一踩，扭矩瞬间爆发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别的车还在轰油门挣扎，它已经丝滑通过，连泥坑都没踩实，轮胎上沾的泥都没多少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一个小代步车凭啥这么猛？核心就2点，一是电车的先天优势，扭矩随叫随到，不用像燃油车那样等待动力输出。二是海鸥的车身刚性硬到离谱，烂路上左扭右扭，车身稳定性丝毫不受影响，哪怕颠簸再厉害也不会有松散的感觉。海鸥的离谱表现已经让老外破防了，而韩国工程师拆比亚迪汉 L 的操作更是变成了大型自取其辱现场。咱们都知道，韩国车企在燃油车时代叱咤风云，可面对新能源转型的浪潮，眼看比亚迪在全球市场一路高歌，销量碾压一众海外车企，心里难免犯嘀咕，不服气又干不过，于是就想了个老路子，逆向研发抄作业。他们花大价钱买了一辆全新的比亚迪汉 L， 一群工程师扛着扳手，信心满满的把车拆了个底朝天。本来以为能轻松扒明白核心技术，结果拆着拆着，心态直接从胸有成竹崩到彻底绝望，最后对着一堆零件崩溃直呼，这根本复现不了。拆开第一下，工程师们就傻了眼，汉 L 的集成度高到离谱，不像传统燃油车那样零件零散杂乱无章，而是像一块精密的整体，很多部件都是无缝衔接，根本找不到传统燃油车那种清晰的拆卸边界，就像是从一块完整的金属上雕刻出来的一样，连下手的地方都难找。更让他们崩溃的是，翻来覆去检查完所有配件，发现几乎全是比亚迪自家品牌的东西，小到一个不起眼的传感器，大到整个电池包，甚至连一些线束接口都印着比亚迪的标识，没有一个外来品牌的配件。这意味着他们想抄作业，连参考的第三方零件都没有。越往深拆，韩国工程师们越觉得头皮发麻，车上的雷达密密麻麻，光智能驾驶相关的传感器就有10几个，再加上错综复杂的线束铺展开来，跟蜘蛛网似的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哪怕是拆过无数款车的老工程师，也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线路布局。更夸张的是隔音棉和气囊，隔音棉厚的扎实，用手按压都能感觉到质感，而气囊的数量更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，从头到尾的防护配置拉满，用料实在的让习惯了精打细算、偷工减料的韩国工程师们难以理解。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这么高的配置，成本肯定低不了。有个参与拆卸的工程师后来吐槽，我们拆过无数款车，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，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结构，很多技术原理我们根本看不懂，更别说复制了。尤其是核心的电机电控部分，简直是黑科技集合体。比亚迪自研的永磁同步电机效率超过 97%， 搭配专属电控系统，毫秒级就能完成动力分配。他们拆下来研究了半天，连基本的线路逻辑都没摸透。而最让他们绝望的是比亚迪的成本控制能力，这么高的科技含量，这么扎实的用料，按照行业常规逻辑，定价至少得往30万以上走，可汉奥的实际售价才20多万，这意味着比亚迪在成本控制上已经做到了极致，同行根本无法企及。后来他们才搞明白，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能力有多恐怖，从电池、电机、电控到 IGBT 芯片，70%以上的核心部件都是自研自产，再加上超级压铸
术等工艺创新，直接把生产成本压到了最低，这也是汉奥能做到高配低价的核心原因。而这种全产业链的优势是韩国车企根本比不了的。这事传到网上后，网友们纷纷调侃，韩国工程师怕是拆出了 PTSD， 以后再也不敢随便拆比亚迪了。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面崛起。曾经我们靠着逆向研发追赶国外燃油车，如今轮到别人想抄我们的作业，却无从下手，这种角色互换着实让人扬眉吐气。其实老外们对比亚迪的态度非常矛盾，一边疯狂追捧，天天夸到停不下来，一边又怕得要死，在路上碰到就躲着走，生怕发生一点剐蹭。这背后的原因说出来既好笑又真实。先说说老外为啥害怕在路上碰到比亚迪，核心就一个字：贵。不是车本身贵，而是比亚迪的配件在国外贵到离谱。比 BBA 的配件还贵，比如国内售价900元的比亚迪大灯，在国外卖到了4000元，翻了4倍多；国内1300元的挡风玻璃，国外直接卖到6000元，整整贵了4倍，相当于国内价格的5倍。而且这还只是普通配件，核心3大件电池包、电机、电控，海外原厂价格更是离谱，是国内价格的3到8倍。更头疼的是，比亚迪的核心配件技术壁垒极高，很难有副厂配件代替，一旦损坏，只能花高价买原厂配件，连省钱的余地都没有。更离谱的是整车售价，比亚迪海豹在英国的售价跟奥迪 A8 都差不了多少，比亚迪汉在意大利、法国售价比保时捷卡宴还贵1万欧元。国内售价才10几万人民币，而欧洲顶配版本居然卖到了7.5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71万。关键这还不是智驾版，是阉割了部分配置，适配当地法规后的版本，相当于花高价买了个减配版。小编猜测，之所以海外售价和配件价格这么贵，一方面是因为关税、运输成本，另一方面是比亚迪的核心技术难以替代，属于物以稀为贵。毕竟在新能源领域，能跟比亚迪掰手腕的车企寥寥无几，老外就算觉得贵，也只能认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老外们在路上碰到比亚迪都格外小心，生怕不小心剐蹭一下，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。尤其是网约车司机和普通车主，更是把比亚迪当成惹不起的存在。虽然害怕碰到，但老外对比亚迪的评价还是清一色的好评，尤其是南美的汽车博主，天天在网上夸赞比亚迪，把北美那帮人馋得直流口水，急得直跺脚，恨不得立马入手一辆。有老外拍过实测视频，比亚迪车子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管，结果铁管被撞断撞歪，比亚迪的车头居然一点变形都没有，车漆都没掉多少。网友们看完直呼，这车身强度简直比装甲车还硬。要知道，比亚迪可是中保研测试中唯一因为车皮太硬被扣分的车，足以看出车身刚性有多扎实。就连比亚迪出口海外的车型也延续了这份扎实用料。比亚迪面向全球市场销售的比亚迪奥兔3还获得了澳大利亚 ANCAP 5星安全评级和欧洲 Euro NCAP 5星安全评级，在成人成员保护测试中得分率高达 91%， 实力备受认可。在日本，比亚迪更是降维打击，就好像一堆可乐易拉罐里面混进了一个红牛罐子，显眼又能打，不管是动力还是配置都碾压当地同级别车型，让日本消费者直呼相见恨晚。还有比亚迪的鲨鱼皮卡，在国外被用来救援陷入泥地的卡车，一油门下去，动力猛得离谱，直接把后车从泥坑里拉了出来。网友调侃，给后车敷了一层厚厚的泥面膜。而这鲨鱼皮卡的动力还比不上比亚迪方程豹豹5，要是换上豹5，救援卡车更是轻松拿捏。有一些柠檬精肯定会说，出口到国外的比亚迪肯定是增配了，不然怎么这么能打？答案大错特错。实际上，出口到国外的比亚迪基本上都是减配版本，在配置、车机、电池续航上都和国内版本有差异。就算是减配，也依旧能吊打当地同级别车型，这就是比亚迪的实力。说到底，老外对比亚迪的矛盾态度，恰恰说明了比亚迪的实力。怕它是因为它的配件太贵赔不起，爱它是因为它的性能、品质、实用性都远超同级别车型。从曾经的中国便宜货到如今的全球香饽饽，比亚迪用实力证明中国制造已经不是曾经的样子，而中国汽车的时代也已经真正到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